我国作为资源大国，在很多类别的矿产储量上都位居世界首位。随着国内工业的高速发展，对各种矿产资源的需求都日趋高涨，尤其是铁矿石的需求。尽管我国的铁矿储量位居世界前列，但铁矿大多都是规模不大，而且品质很差的一类，商业开发价值相对较低，远不如进口矿石。长久以来，我国进口的铁矿石主要来自于印度、澳大利亚、巴西等国，其中澳大利亚的煤炭跟铁矿石质量相当不错。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澳大利亚都是我国最重要的煤炭与铁矿石进口来源地。但作为全球第2大内陆国，蒙古与我国接壤距离很近，同样拥有大量的铁矿和煤矿资源。但在我国进口的煤炭与铁矿中，来自蒙古的份额微乎其微。要说蒙古国的矿产资源，那真的是非常丰富。整个蒙古目前已探明的煤炭资源储量在1500亿到1800亿吨之间。至于铁矿，目前已探明的可开采储量大约有20亿吨，远景储量能够达到110亿吨。这个规模虽然无法与澳大利亚、巴西、印度等相比，但在全球范围来说也是非常丰富了，尤其对于我国来说。那为什么作为邻国，我们宁愿舍近求远进口澳大利亚的铁矿石，也不愿意进口蒙古的铁矿石呢？原因一是质而非量的问题。蒙古的煤炭资源质量倒是没问题，甚至还相当不错，但是蒙古的铁矿品位实在不高，仅有少数的铁矿品位能够达到50%左右，而大多数蒙古铁矿的含铁量都难以与澳大利亚的铁矿相比，并且杂质非常多，难以用于商业层面。原因二，运输不便。蒙古是个内陆国家，没有海，也没有内河水运，矿产要出口到中国，只能通过陆路，也就是火车与公路。但大宗商品的陆运成本是非常高的，远远比不上水运。澳大利亚虽然跟咱们隔了个半球，但是水运交通便利。澳大利亚为了方便出口矿产，建设了大量的内陆铁路运输系统与港口，而蒙古的陆路交通建设很落后，整个蒙古国只有一条与咱们相连接的铁路，运输能力非常有限，成本高，速度慢，实在不划算。原因三，通关效率低。作为邻国，蒙古与我国设有40多个通商口岸，但是因为气候等诸多方面的原因，绝大多数的口岸每年只开放8个月的时间，而且蒙古的口岸通关效率向来都很低，不仅手续繁琐，而且容易出问题，这极大妨碍了各种物资的流通。蒙古铁矿不仅成本高，而且质量差，远远比不上澳大利亚或者巴西的铁矿，加上效率低不划算，因此国内的企业普遍不愿意进口蒙古矿产。过度依赖产生威胁。多年来，我国对于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的依赖性越来越高，澳方经常狮子大开口，铁矿与煤炭3天2头涨价。不仅如此，资源也成为了澳大利亚伙同西方对付中国的一把利刃。为了反击这种威胁，我国开始推动资源进口多元化，重点之一就是多元化进口来源。而邻国蒙古就是个很好的选择。为了补足蒙古与我国之间的资源贸易缺陷，我国大力扶持蒙古进行基础设施建设，勘探资源的同时，也强化交通运输方面的提升。如今，来自于蒙古的煤炭占到了我国煤炭进口总量的将近1/3，这对于蒙古来说是个推动发展的好机会。另外，中国也在加速摆脱澳大利亚煤炭的依赖，澳方已失去了我国最大的煤炭进口源地位。那么你认为未来我国会恢复澳大利亚的煤炭进口份额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下期我们说一说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为什么无法实现集中供暖。